在台湾身为一个生物学家是骄傲的。我们这么一个小小的岛屿，居然有5000种植物。这5000种植物虽然继续演化，可是演化的速率根本来不及它的灭绝。人为的破坏、栖地的减少，这些因素让植物一旦灭绝以后，它几乎是回不去的。我们也希望能够告诉大家说，有一群科学家他在为植物做一件事，他在为台湾做一件事。我以前跟植物园的距离实在太遥远了。我觉得植物园做了蛮多事情，是我们一般民众真的不会知道的。所以我想要更认识台湾的植物园，然后我想要让大家知道我知道的植物园有多好，这是我之所以很想参加这个 project 的理由。台湾的植物其实是跨越了温带跟热带，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因为这个岛本来是跟大陆连在一起，几次的海退之后呢，他们就被隔离到这个岛上。这个岛是有很多山的。每一座山就好像一个隔离的岛屿，所以这些植物就被山孤立了。孤立了以后就产生演化，这个岛的植群就非常的精彩。我记得马丁·史克西斯来台湾拍戏的时候，他就说，台湾就是一个非常神奇、很适合拍戏的岛屿，因为1个小时之内，你有山，你有海，就是可这就是台湾的特色，是，那就是台湾让别人看见而且无可取代的地方。所以台湾的植物园跟世界各地的植物园会不会也有很多不一样的特色呢？对，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在欧美植物园开始起源的国家，他们最早先植物园是收集了从世界不同的区域进贡过来的这些植物，所以它必须要 create 一个可以生长的地方。但是当这个议题到多样性非常高的台湾来的时候，采取的策略就是不只盖一座植物园。台北植物园是日本时代的第一座植物园，成立之初汇集了分类学家做台湾本岛的搜集，后场就是苗圃，它保住了一些已经在野外灭绝的种类。嘉义树木园是日治时期就已经成立的树木园，当初最主要是产业相关的植物。恒春热带植物园就开始去收比较多的真正的海岸型的热带植物。那因此，福山植物园是在宜兰山区，下雨天非常潮湿的地方，这个区域也有比较多的湿地的植物。莲花池植物园，它在植物学上非常重要。早期它是药用植物园，在四湖那边有一座四湖海岸植物园。台湾的海岸破坏非常严重，原生植群不太容易生长，所以有必要的恢复某些红树林植物回来。这些植物园，它在不同的区域，因此它可以网罗该地的植物。它很意外的也变成目前全世界植物园在做保育的时候的一个重要的做法。
也就是分散式的保种。所以方舟计划其实就是一个这样子的计划。为什么在台湾让大家保护植物，或者是知道植物的重要性有这么的困难？像我们说保护小动物啊，他们濒危了，所以我们要捐钱给他们，然后你们不能再杀了，我们不能再捕猎了。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给予植物同等的尊重呢？动物跟植物面临很大不一样的地方是，动物会动，就像您刚刚讲，动物会动，然后它可以扮演或者是触动你对动物的这种直接的情感的反应。我自己本身是一个研究植物跟昆虫关系的科学家，那为什么我要选择来做植物的保种呢？因为我在找虫的过程中，最重要的还是这些植物啊。假设这些植物都没有了，我的虫要长到哪里去？那同样的，这些动物它的食物来源，让它活下来，植物的存在，它就是一个生产者，它也是一个重要的连结，它连接了各种生命。只要是某一种植物消失，它可能会产生没有办法弥补的代价。台湾土地目前遇到越来越多问题，就是我们的海岸线越来越退缩，我们的气候变得让你越来越无法掌握，所以海滨植物是保护我们的海岸的第一道防线。四湖海岸植物园对大部分人来讲可能比较陌生一点，因为这里纯粹就是一个研究育林的一个地方。这个是隶属于林业实验所的一个工作站，它就是一个可以提供你所有海岸造林知识和资讯的一个植物园。这里有很专业的人员，很专业的苗圃。到底海滨植物在台湾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而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必须要重新赋予我们海边的森林、海滨的植物，那个意义到底在哪里？消波块好像感觉我可以马上阻挡了海岸，可是事实上，消波块放下去以后，下面的沙很快就被掏空，然后消波块就不见了，就被流走了。我还要再继续丢消波块。就很像我头痛的时候，我没有去找原因，我就吃止痛剂，然后这个止痛剂它其实是有副作用的，其实是这个样子。嘿，那其实应该是反过来，我要想办法，我要治本。那我们治本的方法就是回到我原来这个土地上有什么植物，有什么生物跟我们一起共存，这个才是一个治本的方法。所以我们现在海岸被开发，然后砍掉所有的森林之后，你想要再种回来，那个难度非常的高。就是你砍很快，对，但是你要种回来，其实要花更长的时间。没错，而且可能失败的那个机会很高，因为海岸的环境真的很不容易种植物，所以土地公老天爷要种，对他们来说很容易。可是我们人毕竟就是还是很微小，力量很微小这样子。对。身为一个植物学家，到底那个工作的成果是什么呢？更认识自己，更认识自己的土地。好，以前认识植物是每一个点去累积，然后累积到一个程度之后，到了研究所，你受到一些训练啊，你用比较大的尺度来看这个东西，你开始慢慢把这些点串成一个面，关注的不再是个别的点。那其他的生物也进来了啊，鸟类、哺乳类、两栖类、爬虫类，甚至真菌、土壤里面的微生物，其实都是一起串进来的。像我研究海漂种子，其实我接下来就是关心海洋，因为我在海边看到垃圾，我很痛。
我觉得植物教给我的是更不同的、更全面的东西。万一这个环境变动了，你也是跟着变动。我会觉得我真的就跟你站在一起，我们的生命就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你也会很担心它怎么了，这个环境怎么了，我可以做什么这样子。真的好妙哦！我认识的植物园是个充满美好的地方。我认识的植物园是一个充满惊喜的地方。太美了，太美了，太美了，太美了。应该是说，当我进入植物园之后，我会知道我进入了一个，其实我可以静下心来跟植物相处的地方。而事实上，如果我能够把这个体验在离开植物园之后也放在心里面，我就算不在植物园里面，我也在植物园里面。我觉得植物园做了蛮多事情，是我们一般民众真的不会知道的。比方说，植物园做了很多跟保育有关的工作。我们觉得保育好像跟一般民众的距离，是我们的距离非常的遥远，觉得那就是学者在做的事情啊。可是事实上，如果没有保育，何来的永续？我觉得那其实很像在谈恋爱的感觉，就是你认识他之后，就会想认识再多一点，然后认识多一点之后，你就会想要了解他的特性，帮他做些事，让他过得更好。我觉得这些植物真的是需要我们帮他发声，去协助他一些事情。只是大家对于动物的保育，尤其是那些明星动物的保育，他们是很有感的。但是我们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很容易会被质疑说，一个植物不见了会怎样？就是我们懂得去尊重樱花龟吻龟，懂得尊重石虎，懂得尊重黑熊的生存权，可是我们却不懂得尊重植物的生存权。每一种生物它有平等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权利。我必须要说，当我跟我的朋友说我要来福山植物园拍摄的时候，所有人都露出羡慕的眼光。我才知道，哇，原来大家这么向往这个地方。这个植物园还蛮特别的，就是我们被水源保护区跟哈盆自然保留区包围着，所以周边全部是自然的风貌，有点类似像野生动物园，但是我们是野生植物园的那种概念。我们动物可以在这边非常悠游自在，其实是因为我们用植物营造出一个非常多样、非常完整、非常自然的环境。所以其实大家来这边，其实植物也许没有办法认识那么多，然后动物也许非常吸引人，可是可以去体会一下整个植物营造出来的空间环境。可是动物毕竟是 bonus， 我觉得这是植物园。我觉得来到这里的人真的很深切的能够感受到，就是人跟动物、跟植物、跟这个天地能够很和谐共处的那个感觉。是，所以一进来你就会觉得很平衡，好像很适得其所回到家。因为其实这就是我们天然应该要存在的状态，而不是水泥森林，或者是我们跟动物、跟植物的距离很遥远，或者是我们很怕动植物或者是昆虫亲门踏户。其实我们就是一起活在这个地球上，为什么要互相排斥或者是害怕？对，好，我想多知道一点福山的故事，就是我们在这里虽然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动物，但是它植物的分布呢，大概是以什么为主？
我们这边设定是台湾的原生植物园，我们在台北可以看到很多国外的植物，可是在福山植物园，我们90%以上都是台湾原生的植物。那像前面这个水生植物，就是我们拿来去收集一些台湾的原生植物，比较稀有的水生植物，就比如说像前面这些是台湾屏风草，它主要是分布在桃园以前那农田灌溉的皮塘湿地，那这是我们早期从桃园那边带过来的，然后它就慢慢的蔓延开来。我们没有想到从平地的东西上来到这个海拔，它可以适应这么好，然后它就慢慢的扩展到整个湖面都是它，那它就会开出这种黄黄的小花，然后另外就是像这颗吗？这几颗水色柳，以前是在日月潭水社那附近。那时候是一个快陆化的湿地，从湿地变成陆地，它的环境就不适合了。水色柳其实在野外就慢慢的消失。对，但真的，其实如果不是你讲解啊，我不知道原来每一个在福山这里的植物来到这里都很不容易。是啊，是啊。他们可能真的是历尽千辛万苦，然后遇到贵人，像你这样子的贵人。然后知道说啊，我快不行了，救救我！然后说啊，来吧来吧，福山是个好地方，福地耶，然后你就可以来这边。我们其实也是慢慢尝试，因为我们一开始我们其实是只认得植物，不认识植物。就是我知道它是谁，可是我不知道它需要什么样子的环境，它怎么繁殖的，它的特性是什么，我们都不晓得。可是我们没有办法等着慢慢认识它之后，我们才去救它。所以我们其实是一边做一边学，当然中间也会有一些物种，我们想要抢救它，可是我们没办法成功，还是会有这样子的故事。可是至少我们尝试过，我们给自己也给他一个机会了。但感觉你在这里面一定得到很多喜悦跟乐趣，你才会做这么久的时间。是充满着喜悦跟乐趣，当然它其实也有很多挫折。在6年前有一次霸王级寒流，曾经下过雪。原本的附生植物有2种，一个叫树茸兰，一个叫做台湾枫兰。可是那一场寒流过去，到现在1颗都不生。所以像这种极端气候的发生，我们非常难去预测，而且它影响的尺度很大。那它的原生地也不是说我们想要阻止就阻止得了的。有些人会质疑我们，为什么我们做移地保育，我们不做原地的保育？我不把栖地保护下来，我为什么还把植物带走？原地保育有太多无奈，太多事情做不到了。为了要降低它灭绝的风险，我们在人工的环境做一个备份。然后，如果野外的真的面临到什么不幸，它消失了，至少我们在人工的环境里头还是有把它保下来的。所以把台湾的植物当成一种资源，很多现在我们在使用的植物，从前也没有人知道。做保种这样的事情之所以重要，完全是在于我们是为了未来，留待未来是更大的一个可能性，因为我们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你留下来的搞不好是未来的药，所以保育变得很重要。那假使有一个植物，它根本都跟人类毫无关系，我们还是会把它留下，因为它的存在就是一种祝福。什么重要的事情？哦，要去种植物。为什么要种植物？哦，因为它快要不见了。那快要不见，为什么要种它？不见就不见啦。它搞不好会对我们造成巨大的影响。哦，万一不见，可能对我们造成巨大影响，对不对？哈，所以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是我们很重要的伙伴，缺一不可。我们第一个要种的是琉球暗螺，它很特别，就是它现在在全世界只存在2个地方，一个就是冲绳的一个小小的离岛的一小个地方而已，那第2个地方就是兰屿的一个小小的地方，但在哪里不可以告诉你。好，那都很少，2个地方的数量都非常非常的稀少。好，那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去拿工具，
双斧战拳，来这个，走，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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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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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因为其实你们在做的保育保种的工作，很多时候那个成果都不是有生之年可以看得到的，它是一个很长时间的。可是你们甚至聚集了一群人，很努力的投注心力在做这件事。到底是什么让，不要说他们了，你是什么让你能够坚持下去？对我来说，就是保育这件事情，它真的是在抢时间。我们晚一步，就是来不及了。我们其实有很多很扼腕的案例，就是如果我可以早个几年开始这个工作，这个物种也许有机会被保留下来。这个扼腕的心情让我觉得，不论如何，我希望我可以一直做这件事情，而且我希望我可以影响更多人。万一未来有一天我没办法继续做这个工作，大家会继续把这件事情做下去。那我们就搬出去咯。然后挖的时候，这个盆子的大小，要比一下，对不对？来，这样。就是这个计划最后结束了以后，它也许可以找到一些教育的单位，像学校，这些物种只有都能够在地化，能够让大家在生活旁边看到，你就保护这个土地，那么你就不需要植物园了。整个台湾岛就是一座大植物园，台湾就是一个方舟的岛啊。当你想要放空，你就走进植物园，然后认识一棵你也许从来都不认识的植物。那它会提醒你，我们不是孤独的活着。我们在台湾这个岛上也还有非常多的植物的生命等着你去认识。